这些钱能买一个骨灰盒吗？我们这儿最便宜的骨灰盒都要1万呢，你这个钱买不了。那奶奶怎么办？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我没有爸爸妈妈。挑2个最好的骨灰。一个送给这个小姑娘，另一个留给我自己。奶奶，以后就让这些花布陪着你吧。图图没钱是叔叔帮我让你睡在这里，要等我挣了钱，我还给叔叔。钱就不用还了，我想请你帮我忙。叔叔，需要彤彤做什么？等我死了，也帮我留着。以后每年你祭拜奶奶的时候，顺便也跟我说说话。医生叔叔说奶奶是寿终正寝，叔叔是怎么了？生病了，很严重，马上也要死了。那叔叔没有亲人吗？亲人，叔叔变成这样，都是拜亲人所赐。害公司损失上千万，现在还敢对我下毒！从今天起，滚出国家！这个位置终于是我的了，而你等着去死吧！李川，你这是怎么了嘛？就是啊，哥，你都当上总经理了，还有谁会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啊？这里以后是我的地盘，再让我看到薄云霄的东西，就给我滚！可这里本来就是博总啊！现在这里只有一个博总，那就是我哥。你要是还认不清现在是谁说了算，就可以不用在博士待了。好，滚！哥，你消消气啊！李川，我们好不容易让你和博云霄换了命，你这脾气还克制着点儿。要是让你爸知道，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我知道妈，怎么也得等到爸彻底把公司全部交给我。妈，李瑶，你们放心吧，以后咱们过的都是好日子了。今天你先在这儿将就一下，明天我送你去福利院。叔叔，你也嫌弃彤彤吗？医生说了，我现在只是眼瞎，很快便会全身瘫痪，器官衰竭而死。跟着我，我会拖累你的。所以叔叔才会早早的给自己买好骨灰盒吗？是啊，生前被赶出家门，所以死后住的地方想自己选。叔叔是好人，叔叔不会死。叔叔，我来当你的女儿好不好？如果能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的福气。可世界顶级专家说了，没有办法，
你跟着我，你会受苦的。专家的话不可信，我不是福利院，我要留下来照顾爸爸。你叫我什么？爸爸，难道你不喜欢我叫你爸爸吗？喜欢。彤彤也喜欢爸爸。一定连老天都可怜我，才让我在死之前拥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爸爸，那鱼……哦，爸爸忘记喂鱼了。爷爷，花花，我会救你们，也会救爸爸的，你们等我哦。彤彤，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带你来伯家？这里不欢迎我。这里是爸爸的家，爸爸凭什么不能来？天冷了，那回去拿几件旧衣服也不行吗？想要确定爸爸是不是被幻灭，必须去他以前的房间看看。是啊，我所有的资产都被冻结了，仅剩的钱也买了骨灰盒，确实没有钱买厚衣服过冬了。那我们拿了衣服就走。好啊，爸爸，我们走吧。大少爷，伯董有命令，不许您再回来。被伯董发现了，您要遭殃的。我就回来拿几件衣服，马上走。你先在外面等着我。大您一定快点，伯董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彤彤，我的衣服在那边柜子第2个格子里，你帮我拿2件就够了。好的，爸爸，我给你等彤彤一下。彤彤，你去哪儿？找到了。怎么会？明明就在这里，怎么会没有呢？彤彤，你在找什么？怎么会没有呢？你在这里干什么？伯董，没干什么。彤彤，有人来了，我们走吧。爸爸，你变成这样是被人换了命，你拦住他们，我可以帮你。你说什么？我说，我可以让你像以前一样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聪明的大脑，让我一点时间，可以吗，爸爸？我小时候就听过换命的阴损招数，只是太离奇，没有相信过。彤彤又是从哪里听说的？什么人在里面？开门！爸爸，彤彤真的能救你，你再救彤彤一次，引开他们好不好？谁在里面？哇，不会是哥偷跑着回来了吧？哎呀，糟了！大哥回来啊，肯定又想着怎么谋害罢了。他敢！这一次我非打断他的腿！这里有钥匙。先聊了，我回来拿件衣服。大哥，你从前吃的用的都是爸，你还想着要怎么谋害爸？这国家的东西啊，一样也拿不走。爸，你也是这样认为吗？没错，我一想到差点死在自己亲儿子手里，
一想起来，觉得还不如养条狗。你给我滚出去，在外边冻死，再也别回来了。吴妈，把这件衣服拿回去。这屋子里的衣服啊，就算是烧了，也不能给这白眼狼捡了便宜。不能让他们发现得到。我走可以，但在我走之前，我要拿回我妈留在公司10%的股份。你还敢提你妈？我要知道你做的事情，也不会认你这个儿子。爸爸，我都，大少爷是我看着长大的，做不出给您下毒的事情来，求您别这么对他。吃里扒外的东西，监控都已经拍到了，还敢帮外人说话？不想干就给我滚！股份是我妈留给我，就算我带进棺材，那也是我应得的。不能打了，不能再打了！大少爷的亲生母亲在天上看着呢。这些年，我为公司担尽责任，只为获得您的认可，可到头来还不如外人的一个挑拨。原来妈走之后，我就没有爸了。你走吧，你妈的东西，吴妈一会儿我让她送去。哎呀，老公，不了，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吴妈，跟我来一趟书房。长大了。李瑶，你出去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特别是爸。我今天就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放心吧，哥。你们要干什么？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年，但是你居然敢觊觎公司股份，你说你是不是该死啊？立川，先办正事吧。这博士本来就是我伯利川的，赶紧把这份放弃股份声明签了，不然今天我让你死在这儿！这早晚都是死。你在死之前，恶心你们一把，也值了。找死！这里面果然藏着能控制人的迷幻药和让人失明的药。可是爸爸的命我被挖开，这就是不好，才能把爸爸原来的命换回来。爸爸是个好人，自己明前还帮我，彤彤一定要救爸爸，彤彤可以的。找死！
我要是你啊，就放弃公司股份，这样还能好好活几天。我好像能看见了，难道真是彤彤？别装死，赶紧签！显然都要死了，我想听句实话。你是不是想问，你的眼睛为什么突然之间瞎了？你的事业还经常出错，甚至还丢了上千万的合资，而我事业却蒸蒸日上。那是因为我把你的好命给夺走了，把我的烂命换给了你。同样都是薄家人，凭什么你什么都有，而我被你踩在脚下？聚光灯下的日子也该让我享受享受了。还真让彤彤说中了。没有这些药的毒害，眼睛快快好起来。丧心病狂抢来的东西，你们拿不走，死到临头还敢挑衅，那我要看看我们拿不拿得稳。你的眼睛，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哎呀，希望妈和二哥这次可千万不要放过他，把他打死才好呢。妈，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否则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杀了他！我杀你！还敢躲你？上线！妈！我今天不仅能活着出去，还要让你们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你休想！那些都是我的，我的！别人的东西，站得再久，也不是你的。敢打我儿子，我是第一个！没事，没事，我不是有的。李阳，李阳，你怎么在这里？爸，你怎么来了？你坐在这里干什么？谁在里面？没有啊，里面没人，我就是觉得这里凉快，出来坐会儿。不能让爸进去，我必须给妈和二哥争取时间，好好教训教训薄云霄。还想谈老公是吧？哼！现在薄利瑶在外面，还以为是你们在折磨我呢，所以他才把爸拦着，不让他进来，对吧？那我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他。薄董，不是的，我刚才看了监控，大少爷被夫人和二少爷带进了暗室，求您快救救大少爷！大少爷他眼睛看不见，会受伤的。李阳，福妈说的对吗？爸，您别听福妈胡说，大哥呀，早就已经被二哥和妈送出门了。您要是不信的话，
我陪您出去看看呀，什么声音？现在是你亲妹妹，在外面拦着爸，不让他进来救你们，这可怪不得我。既然这样，那我就先跟你算算旧账。大少爷有危险，波东，一定是大少爷在里面受伤了。大哥早就已经出去了，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只给我滚出波家！爸爸的好运回来了，里面挨打的一定不是爸爸。爸，暗室潮湿，一定是老鼠闹出的动静。我看呀，有些人拿着工资却不干活，让老鼠在家里横行，是时候让妈好好清理清理了。李瑶说的对，驸马，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我薄家最忌讳下人搬弄是非。他薄云霄毒害亲爸的事情，你要是再替他说话，就别在薄家待了。好了，爸，大哥还不是等着您给他转让股份吗？我们去找他吧。明月，挨打了，怎么回事，妈？妈，你怎么样了，妈？薄云霄，快把门给我打开！小姐，您不是说大少爷没在里面吗？闭嘴！还不赶紧过来拿钥匙，把门开开！钥匙可都在夫人手里，我们做下人的可没资格碰。慌什么？你大哥眼睛看不见，什么也做不了。里面的人，立刻把门打开，不然我薄家对你不客气了。我已经被你赶出薄家了，不是吗？你的眼睛，我的眼睛已经全好了，一些人恐怕要失望。是莫离想，是莫离想把我们打劫的，你得给我们做出来了，你对他们做了什么？爸怎么不问问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李川打的？不然呢？我还能自己打自己吗？这不可能！李川从小就懂事，他怎么可能动手打自己的亲大哥？你之前眼睛看不见，肯定是不小心自己摔伤的。为什么要污蔑我的儿子李川？他可是你的亲弟弟。爸，您还真是偏心啊！那如果我现在说，那天要毒害你的人不是我，我也是受害者，您信吗？我亲眼所见，怎么可能有假？我作证，他们在这里放明换药，藏在爸爸的枕头里，目的就是想害死爸爸。这是什么？这个上面写着爸爸的名字，这就是证据。什么证据啊？这种迷信谁信啊？大哥，你哪找的小骗子，就想用这种东西骗妈和二哥吗？现在就把他扔出去！
既然不可信，你为什么要撕了？既然不可信，你为什么不能让爸看看？你们的心虚之猫！这是莫连香，他林川牺牲你，才会对我们下死手。刚刚林川差点被他打死了，老公！儿子，二哥，怎么回事？他的病半年前不是好了吗？儿子，当然是因为他的报应来了。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这才刺激了二哥又发病的。快叫救护车呀！儿子，你弟弟体弱，半年他好不容易才康复，你还这么对他，你是不是非要他死了你才甘心？他体弱，是他成夜喝酒鬼混玩废的。他康复，是他拿我的健康换的。同样是儿子，你怎么就不关心我？为什么他康复了，我眼睛却瞎了？为什么我会犯低级错误得罪客户？为什么我会毫无意识的给你下毒？你是不是又要拿这个当借口，说是利川害的你？如果我说就是的，一派胡言！和你妈没你这个，你妈的东西你一分钱都别想拿走。妈，原来你走之后，我连家都没了。爸爸，你还有彤彤。大少爷，你家里再加上一个我，行吗？走，我们回家。大少爷，峰峰，吃饭啦！爸爸，你看，他们都跟你一样，真的都好起来啦。都是彤彤的功劳啊！彤彤就是上天派来的小福星。来，驸马，坐下一起吃。好。爸爸，我们是3个人，为什么就只有2个鸡腿？咱们的钱只够买2个了。来，彤彤啊，正在长身体，这个给你吃。谢谢爸爸。驸马找我们辛苦了，这个给驸马吃。爸爸吃青菜，爸爸减肥。大少爷，我不饿，还是你吃吧。驸马，以后这个家还需要您照顾。我吃青菜，年轻人都吃青菜，对身体好。那哪行啊，吃不饱的。有了。爸爸，你等我一下哈。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吃啊。我们彤彤最聪明了，以后等爸爸赚了钱，
先再给你们做点事儿啊。好啊好啊，爸爸，你还想做什么？彤彤帮你。先找到之前得罪的顾总，解释误会，挽回脸上，争取拿回重新合作的机会。郭阳，要不是你拦着门不让爸进，我敢爸会被打成这样吗？这真是不足拜师有约废物！还不是你让我守在门口的，我也不知道博云霄他会突然好起来，我更不知道挨打的会是你们。你妈，真的不怪我。哎呀，好了好了，你在这烦着你看啊，快走！赶紧滚，赶紧滚，滚！儿子，你别和你妹妹生气啊，身体重要。这件事说到底是博云霄身边那个丫头干的，是她破了我们幻门的法术。死丫头到底什么来历啊？听说是博云霄捡来的。捡来的？捡来了就能一命换一命，哪有这么巧事？我已经再查了，你别急啊，身体重要。这次好在你爸没有相信博云霄，可是医生说你身体不如从前了，这以后连要孩子都难呀。要是让你爸知道，你没办法传宗接代，他一定会把公司交给博云霄的，到时候咱们娘仨不就人人摆布了吗？就是。你别急，儿子，我一定会再想办法的。大不了我们就再给他换一次命。啊！全都是我走了，云霄的命我要定了。爸爸，我们是要去你之前得罪的那个顾总公司吗？是啊。那爸爸当初是做了什么让顾总生气的？在约好的时间没有准时到场签约，还羞辱了他。那时候车子突然半路坏了，而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好像被附身了一样。唉，走吧。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吗？你好，麻烦跟顾总说一声，博云霄求见。你就是博云霄？那他这，你为什么要泼我爸爸？他敢骂我们顾总，我凭什么不能泼他？我们顾总说了，以后全顾氏集团所有人见了他都能泼他一声，出了事儿我们顾总担着。我爸爸不是故意的，而你是故意的，你这样是不对的。我就不对了，你一个小丫头能把我怎么着？我知道顾总对我有意见，我今日前来就是解决此事，专门跟顾总道歉，麻烦通报一声。我们顾总不需要。保安，把他们轰出去！爸爸！顾总，上次冒犯您的博云霄又来了，前台根据您的吩咐泼了他一身的水，并且还要把他赶出去。您看，自作自受。这个孩子是彤彤。妈，你看博云霄去找顾总，被前台泼了一脸水。唉，博云霄骂顾总水性杨花，还往顾总身上凑，他一定是想再寻求合作，真的是痴心妄想。一晨，你今天就能出院，一会儿你也去找顾总。只要你能把博云霄弄丢的合作拿回来，你父亲一定会高看你一眼的。妈，这个顾总好像还单着，你说我要是把他骗到手，强联合，那爸是不是会更放心把公司交给我？那博士故事就都是咱们的了。妈，我现在就要出院，立刻马上。好。想要拿下上亿的项目，就必须和顾总化解误会。无论如何，今天都得见到他。放开！
我们自己走。好，把他们拦住！你他妈这是找死啊！有人在故事闹事，赶紧来人！你他妈滚啊！不，为什么欺负我爸爸？把这父女俩抓起来，扔出去！领导，你给我坐点上。住手！咦，谢谢阿姨。住手！谢谢阿姨。顾总，他们正在公司闹事，我正要把他们赶出去呢。那孩子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只是个孩子，顾总，您没看错吧？是真的，上次我低血糖差点晕倒，是他及时扶住了我，还让我避开了一场车祸。这孩子是我的救星，赶紧把他放了。谢谢阿姨，我们又见面啦。彤彤，你竟然认识顾总？原来谢谢阿姨就是爸爸说的顾总啊。爸爸，彤彤，这个东土子怎么会是你的爸爸？谢谢阿姨，你误会了，我爸爸是好人，他是被人陷害的，他今天就是专门来跟你道歉，希望你不要误会他。顾总，请问可否进一步说话？事情就是这样的，爸爸不是故意要骂谢谢阿姨的。这么离谱的事情，该不会是你编出来骗彤彤的吧？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不是人啊？这么离谱的事情，我也不信。如果不是彤彤，我早就死了。谢谢阿姨，爸爸说的是真的。看在彤彤的面子上，我就信你一次。以前的事情就算了。爸爸，谢谢阿姨原谅你啦。多亏了你这个小福星。你别高兴得太早，合作的事情你只是重新获得了机会，能不能抓住要看你的本事。只要有机会，我博云霄志在必得。顾总，博氏集团伯利川要见您。人就不用请进来了，告诉他明天晚上顾氏集团竞标会，他要是有能力，可以公平竞争。好。你弟弟那边有博氏集团和博董的支持，跟他比，你敢来吗？那就请顾总拭目以待吧。彤彤，我们走。谢谢阿姨，我们明天见。有点意思。大少爷，这些人说是来找您的，我就把他们带进来了。辛苦驸马。包总，我们听说您想脱离博氏集团自己创业，我们都打算跟着您，您就带上我们吧。是啊，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干吧。感谢大家的信任，不过没有博氏集团做靠山，大家会很辛苦。我们不怕，我们能跟着博总拼第一次，就能跟着博总拼第二次。对，与其在伯利川的纨绔手下等死，不如跟着博总再拼一次。好，听完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李助理，我要有一些资产，麻烦你帮我变卖一下，凑出起子的资金，明天晚上跟我一起，咱们拿回合作。我也。加油！
听说这博士好多骨干都去了博云霄新开的公司，你爸为此发了好大的火。今天和顾氏的合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放心吧，妈，他不过是个新开几天的公司，拿什么跟我们博家的百年基业比？而且这个顾方兴也不是个傻子，肯定会跟我们合作的。只要我们拿下今天的合作，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都会哭着、求着、喊着回来。哟，这不是被我们博家赶出门的丧家之犬，你还有脸出来抛头露面？爸爸，是谁放屁啊？好臭啊！你敢骂我？你敢动他一下，我就让你再进一次医院。你！今天的项目可是价值上亿，光前期的启动资金就得3000万。你一个净身出户的人，你有本钱？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行，你怎么敲？包总，我们目前只凑齐了2000万，还差1000万。知道了，我会再想其他办法。爸爸缺钱了，怎么才能帮爸爸挣好多钱呢？有了，爸爸，那我们也去看看。欢迎大家来到顾氏集团竞标会的现场。因此次合作涉及金额巨大，所以呢，我们不光要看到大家的能力和财力，还要看到大家的眼光。所以今天我们玩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玩法是什么呀？这些古董有真有假，但今天的售价统一都在2000万。大家任意挑选一件，谁能买到价值最高的珍品，谁就是今天现场最有眼光的人，便有资格成为我顾氏集团选定的合作伙伴。本次活动自负盈亏，如果怕吃亏的话，连这点胆识和财力都没有，就不用参加了。我外公就是收藏家，这些东西我从小到大见多了。博云霄，你输定了。我先来。糟了，博氏集团从未涉猎过古玩，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你懂古玩吗？啊，我就是个打工的牛马，哪有钱玩这个？爸爸，快，我们也去看看。立川，好好选，成败在此一举了。放心吧，妈，在这一块我也算半个专家了。就他了。这也太草率了吧！你不再看看吗？我从小见过的古玩比你们吃的盐都多，我看一眼就知道价格，我需要像你们一样刷卡。刷卡金额2000万。不好意思啊，最贵的东西已经被我买走，你们慢慢挑吧。2000万买一堆土，你好意思说自己是专家？这人是不是傻？不好看，不好看，都不好看。爸爸，我喜欢这个。
这种破玉佩古玩店到处都是。你不是心疼你的好女儿吗？买，赶紧给她买，你敢买吗？罗总，这是您变卖所有产业才凑齐的2000万，您不能听一个小孩子的呀。叔叔，这个真的很漂亮，金光闪闪的。你小小年纪不就老花眼了吧？这玉佩是玉做的，怎么会有金光呢？薄云笑，你该不会是养了个傻子吧？你才是傻子，你全家都是傻子。爸爸，真有这个，气死他！哎，小祖宗，你这可不是气死他，你是要害死罗总。我可不会害爸爸，我这是在帮爸爸呢。好了，既然我们都不懂，不如就听彤彤的，我相信彤彤。刷卡。刷卡金额2000万。他竟然那么相信一个孩子的话，到底是有胆识，还是脑子不清醒？薄云霄，你现在身无分文了吧？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等我爸爸卖了这一佩，只有好多钱，而你手里的才是最不值钱的。行了，顾总，赶紧宣布价格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他们永驻留情了。我刚才看到了土、石头、金子和银子，金子是最值钱的，它的土一定是最不值钱的。彤彤，怎么了？爸爸，我猜它的是假货，最多就值100块。闭嘴！我选的一定是最值钱的，你们选的才是一文不值。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彤彤说的没错，你手上的确实是假的，只值100块。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这可是我们花2000万买的，怎么可能就值100块呢？你一定是看错了，我们家利川可是半个专家。我家世代是做这个的，所以根本就不会看错。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瓶底，还写着生产日期呢。2026 1月1日。原来是今年的新品，博二少爷竟然还把它当成了古董，还白白损失了2000万，真是什么人都能当专家呀！闭嘴！你们这是坑人！游戏规则我提前就说了，也是你们同意了之后才来参加的。这就像赌石，像股市，你自己看错了，怨不得别人。好，我认。我就不信他手里的破玉佩能比我值钱。彤彤，彤彤手里的这枚是古代1代君王号召军力的玉佩，迄今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什么？这看起来不起眼玉佩，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文物，是古代君王用的东西，这得值多少钱啊？2000年来只传下这么1枚，自然是价值连城。保守估计的话，1个亿。又被彤彤说中了。哎呦呦，小小姐的眼睛真是开了光的呀！小小姐就是聚宝盆，是摇钱树啊！那你现在相信我了吗？相信了，相信了。叔叔以后就是你的小弟了，唯你马首是瞻。那我现在就收下你啦。不可能！如果他是古董，我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这不可能！顾总，一定是看错了，这破玉佩古玩界有的是，怎么可能那么值钱呢？你们看到的那些都是后世文人随意佩戴的物件，根本就不值钱。象征君权和皇权的，只此1枚。
这是我家长辈收藏多年的，我绝对不会看错。彤彤，这可是1个亿，仔细收好了。小姑娘，这玉佩你卖不卖呀？我愿意出价1个亿。你选的，你自己决定。我卖，但我要立刻收到钱。爸爸，我们有钱啦！耶，我们有钱啦！彤彤，谢谢你，这钱就当爸爸借你的，以后一定还你。不用还，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彤彤的，也是爸爸的。我宣布，顾氏集团选定的合作伙伴就是薄云霄。薄总，彤彤，可不可以请你们吃个饭，聊一下合作事宜？好呀。李川，那个道士找他了。薄云霄，你好，我是要说话的了。今日多谢顾总款待，明日我亲自到顾氏集团给您签合同。你最应该感谢的是彤彤。是啊，他就是我生命里的小福星，我一定会好好把他养大，宠他，爱他，一辈子呵护他。我记得上次见彤彤的时候，她是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现在奶奶去世了，她的亲生父母就没有来找过她吗？他从未提起过他的亲生父母，应该是都不在了吧，所以只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据我所知，她也是被奶奶收养的。像她这么漂亮又懂事的孩子，又自带福气，一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她的亲生父母找来？多谢提醒，我会考虑的。如果彤彤的亲生父母要接彤彤回家，彤彤是会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我呢？我才当你爸爸几天，这怎么能够抵得上骨肉之亲呢？无论你怎么选择，只要你开心快乐，爸爸都支持你。爸爸，爸爸是怎么了？夏小姐，医生说薄总的眼睛又有了失明的症状，只是跟以往不同，这次的症状只出现了一下就消失了，没有继续发展。哼，肯定是他们想用同样的招式害爸爸。刘叔叔，带上人跟我走。去哪里？抓坏人。走。医院那边说薄云霄眼睛还好好的，这办法怎么不管用了？我是不管用，是我及时收了手。不能收手啊，大师！这次你一定好好帮帮我们，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听人换命是要消耗了元气的呀，你们几位空手而来，那次打算空手套白狼吗？啊？不就是要钱吗？你说个数。5000万。上次才500万，这次怎么这么多？
上一次是小事有道，那一次我敢保证，任何人都破不了我阵法。比你换走命的人呐，他只有死路一条。5000万就5000万，妈给钱。这咱们刚刚损失了2000万，哪里来那么多钱呀？现在账上能用的就200万了。要我干什么呀？我1个月零花钱也就才100万而已。没钱花的面，出去！没钱花的面，出去！大师，你就通融通融，咱们先把事情办了。等我家利川当上了博士集团的总裁，别说5000万了，5个亿都没问题。通融是可以通融，但是你们总得让我看到诚意噻。诚意？你直接说。谁？看我干什么呀？我的大王啊，只有个人，阳气很重，有时候呢也需要财阴补阳，所做的阵法呀还更加有效噻。夫人、二少爷，你们觉得呢？哥妈，他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件事情哥就拜托你了，事成之后哥一定不会亏待你。我从小到大怎么对你的？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哥？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帮哥吗？啊！放开你，放开我！妈，你快救救我！妈，他已经先我们一步拿到合作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被他踩在脚底下。瑶瑶，你就听你哥的吧，妈妈以后会好好对你的。妈，我可是你亲生女儿啊，妈！废什么话，给我乖一点，否则的话有你好看。夫人之言果然有诚意，放心，事成之后都是伯云兄的事情。那就有劳大师了，我们就不打扰大师的好事了。瑶瑶，你哥他不能说，你不要怪妈妈。走！妈，哥你们别救小娥，别过来！小妹子，你哥哥和你妈妈都不要你了，你就乖乖跟着我，我保证对你好。给我滚！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我对你不客气。小乖乖，我今天的叫年纪老人身体好。李哥，我们这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跟着就对了。项目已经开始了，咱们要做事还多着呢，干嘛跟着个孩子瞎跑啊？快别废话了，这事要是完不成，就没项目什么事了。快跟上！快点！这么顺利的千金小姐，真的我要好好回答。站住！我爸可是博士集团的总裁博志恒，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我爸不会放过你的。过了今天，博士界的总裁就是刚才新竹马送在我手头那个博立川了。你就好好听我的话嘛哈。秘书，救我！大小姐，那个人他欺负我，快报警抓他！你们啥子人？胆敢动我的道馆！我可是人眼睛的大师。嘿，学了点歪门邪道就敢出来当大师害人，你要脸不要？你说你是大师，那我问你，你师傅是谁？从哪个山头的？啥子师傅？啥山头？我，你们再不走，我让你们毁毁为难。
是一个，你说说，做法。天天天，做出现了，天天，做一些现在那个不知道，天不知道。那是因为我来啦。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团团不是坏人，今天我救了你。你要是再敢跟他们一起害我爸爸，那我一定会把你给揍扁。放心吧，再也不会跟着他们害大哥了。这渣。小小姐，他这衣服一摸就是假的，拼夕夕上50块钱都能买2件，他就是个骗子。我就说，修道之人哪有你这种无耻之徒？来，把他交给警察叔叔，让他再也不能出来害人。走吧。啊，走。对不起，大哥，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了。大哥，你就原谅我好不好？如果我需要，你愿意站出来揭穿你妈和你哥之前做过的恶事？他们才不是我妈和我哥呢！以后呀，我只站在大哥这边。大哥，你以后想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怎么会被警察抓走呢？那做法完成了吗？吴文潇眼睛瞎了没？你们刚走，警察就来了，说他是个骗子，把他的道场也给捣毁了。他怎么会是骗子？之前不是换命成功了吗？之前让他迟到就迟到，让他骂人就骂人，让他给爸下毒，还不是乖乖去了？他怎么会是骗子？我怎么知道？喂，是不是你搞的鬼？你不肯跟他睡？我是你亲妹妹，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呀！哎，瑶瑶，你也别生气，这事情没办成，你哥他也是太着急了。你把我丢给那么恶心的一个男人，从进门开始你就没有问过我一句好不好？我没你这个妈！哎，瑶瑶，瑶瑶。自从这个小丫头片子出现之后，博云霄越来越好，我们却越来越不顺。我查到这小姑娘是被人遗弃在马路边的，被一个老太太收养。这老太太死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又跟踪博云霄。你说，要是这小丫头的亲生父亲找上门来，这博云霄他能不换人吗？这个主意好，如果让这小丫头片子滚，那博云霄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你们是谁？我们是彤彤的亲生父母，当年不小心把彤彤弄丢了。谢天谢地，今天终于找到了，多谢你好心收留彤彤。今天我们一家团聚，就不劳您照顾彤彤，我们把她带回家，亲自照顾。等等，你们说是他的亲生父母，有证据吗？啊，这是我们做的亲子鉴定。这份亲子鉴定报告是你们带来的，不作数。如果你们真想带走彤彤，就报警吧，在警察的见证下，重新做一份。哎呀，老天爷啊！哎呀，我们的亲女儿啊，都不还给我们，谁来给我们做主啊？你们是记者吧？曝光他是人贩子，他要拐走我们的女儿。啊，对，拍照曝光。故事的合作商竟然是人贩子，这发出去可是爆炸新闻啊！快拍照啊，抢头条！哎，别拍啊！
别拍，别拍，别拍啊！别拍，不准拍啊！快拍！别拍啊！别拍！快拍！快拍！他们是假的。你们两个就是收了伯利川的钱来这里演戏的，就连这份亲子鉴定报告都是你们伪造的。你血口喷人！你才是人贩子一伙的呢！你们就想把我女儿拐到大山里面去？人贩子？说起人贩子呀，我倒是觉得眼前的二位有些眼熟啊。哦，我好像在某个法制栏目的通缉令上见过你们呀。该不会你们才是人贩子吧？快查查是不是真的？你胡说！我们才不是人贩子！这个孩子没良心，亲生父母都不认了。走，不要了！没错，我已经查过了，他们就是上过新闻的在逃人贩子。把他们送去警局，我们不仅能立功，还有赏钱拿。你不少说了！不是我们，不是人贩子。我跟踪伯利川，发现他找了这两个人，我就去调查了他们的底细，差点就来晚了。彤彤，你没事吧？我好的很，小姑。大小姐，二少爷请你回去一趟。还敢帮着博云霄坏我们的好事，还知不知道实行情况？把我送到那个男人床上的时候，你怎么不想着你是我亲哥？还敢顶嘴，反了你了！瑶瑶，跪下给你哥道歉，我没错。连自己亲妹妹都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对啊，邻居阿婆家的大黄狗都不如呢。闭嘴！她是我妹，我想怎么对待都可以，轮不到你个外人来管。妈，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你也觉得我是他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赠送他人，可以随意打骂吗？瑶瑶，这个你二哥要是得到了公司，你什么东西没有啊？啊？怎么你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帮他呢？小事？我的清白，在你的眼里只是件小事吗？妈，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呀？啊？瑶瑶，你怎么会不是妈亲生的呢？但是这件事关乎你二哥的前程，他好了，咱俩都好，对不对？从小到大，你的眼里只有我哥，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等你以后好过了，还会有我好过的日子吗？啊？不是真的，瑶瑶，你听妈解释。你跟他废什么话？他要是早点从了大师，博云霄早就死了。他要是不坏我们事儿，这个小女孩早就送给别人了。吃里扒外的东西，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丽川，你得答应妈，一得到公司就把你爸送到国外去。他一身的老人味，我闻着都想吐，一天都不想伺候了。放心吧，妈，到时候儿子给你找10个小鲜肉，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把这些年你在霸山上的委屈都补回来。你还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啊？娘的，想害死你亲爸妈！丽川，赶紧把这人抢回来！丽川，给我滚开！谁滚？让谁滚？啊！爸，老公，这个时候你怎么回来了？我竟然不知道，你背地里竟然这么嫌弃我。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怎么没嫌我老？你们家收了我500万赔礼的时候，怎么没嫌我老？老公，我错了，就别烦我！现在我看着就恶心，你立刻给我滚！明天我就让律师通知离婚，以后你再不是婆家人。老公，我知道错了，我和你生活了20多年，跟你生儿育女，你一定要原谅我，老公。爸，我也知道错了，那些都是我喝醉了的醉话，妈也不是那么说的。她之后还说，之后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多亏伯利瑶，他录音只录一半，想要陷害我们俩。我是把你给惯坏了，
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不知天高地厚。他可现在这个样，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爸，你看上个月的公司季度表了吧？我改过自新了，你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爸。爸，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原谅我吧，原谅我，原谅我。错了。行了，老公，你原谅我们了吧？都起来吧。谢谢爸，谢谢老公。爸爸，这个小老头可真好骗，以后要是被赶出家门，没人给他养老，那可实在太可怜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就算结局是那样，那也是他应得的。你闭嘴！我儿子陆川就算再不懂事，他也没有想过下毒害我。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他？是吗？那接下来你可要做好准备，后面的真相你可不一定承受得起。你这是什么意思？对呀，小茹，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爸爸什么吗？当然记得，我会站出来揭露他们所有做过的恶事。那还等什么？赶紧吧！王立瑶，你胡说八道什么？没有胡说，爸，他们做过的恶事可远不止这一件啊！王立瑶，王立瑶，你是不是想死？今天要是什么都不说，你就会放过我吗？我要是忍气吞声过去，未来的某一天，还不是会被你送到某个男人的床上？所以，我为什么不说呢？瑶瑶，你在说什么？是谁要把你送到男人床上？前几天，妈和二哥差点就把我送到一个男人的床上，那个男人就是他们找来给大哥换命的骗子。当初大哥给你下药，也都是他们的算计，然后他们再让那个骗子控制大哥的行为，让大哥得罪客户，再让大哥给你下毒。他们的目的就是夺走公司，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害死大哥。不理瑶，污蔑你亲哥和亲妈到底有什么好处？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大哥和彤彤救了我，要不是他们，我早就被那个男人给玷污了。我不要什么好处，我只要讨回我的公道。子公，瑶瑶她放病犯了，我只有带她去检查，放开！爸，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那个帮他们做恶事的男人，现在就被关在警察局里面。你说那天你下药是被人控制，是真的？如果我说是真的，你信吗？求求你别打我！别打了，老公！这是警局调查的资料，那个道士确实会有些歪门邪道。据他供述，他收了2少爷1000万，现在已经被合法逮捕。竟然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啊！下次是不是打算把我也害死？爸，我错了，我再不敢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错了，爸，老公，不要再打了，太痛了！我打，往死里打！爸，我是你儿子，爸。我已经和夏明月离婚，公司的钱他和薄利川1分都拿不走。你不要再另立门户了，公司以后所有的事务全权交给你处理，爸爸不会再干涉。那你是什么打算？爸爸呀，决定去国外养老。大哥，你就放心吧，我会跟过去的，一定会好好照顾爸爸的。包总，您终于搬回来了。大少爷，他们自称是小小姐的亲生父母，要叫小小姐回家。要叫小小姐回家。你们都是薄利川找来的吧？薄利川都被赶出薄家了，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这里给他演戏是拿不到钱的，赶紧走吧。 4年前的正月，我们在人民医院弄丢了刚出生的女儿，襁褓里还放着一张纸条，写着她的名字。
叫苏彤彤。她先是被一个独居的老太太收养，老太太走了以后呢，又被一个年轻人给接走了。这些都对得上吗？这些都是伯利川告诉你们的吧？我不知道伯利川是谁，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除非是亲近之人，否则不会知道。您的后腰上有一块梅花胎记。这伯利川应该不会知道的吧？这就要问问福妈了。是福妈每天给彤彤洗澡。小小姐的后腰真的有块梅花胎记。妈妈的宝贝女儿，妈妈终于找到你了。我不要你，我要爸爸。我不要你，我要爸爸。我不会因为一个胎记就让你们把彤彤带走。你们也看到了，他现在并不认你们。哎呀，穆姐，他才4岁，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我们过几天再来，给他们点时间。我们就住在辉煌大酒店，有事随时联系我们。走吧。爸爸，他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爸妈吗？爸爸也不清楚，但爸爸一定会查清楚，不让陌生人把你带走。可是亲生的，彤彤也不想跟他们走，彤彤不喜欢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不喜欢。博总，他既然是 K 集团的宋小天，他也姓苏，小小姐也姓苏，该不会……哎，警察，爸爸，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我是他们的女儿吗？鉴定结果显示，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可我不想跟他们走，我不喜欢他们。爸爸，难道我就不能只当你的女儿吗？爸爸也舍不得你。可是这个苏小天不是一般人，他的 K 集团是近些年东南亚异军突起的新兴龙头企业，业务涉及了新兴产业的多个板块，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南亚的市场。说苏家是千亿富翁都不为过。他们如果真想带小小姐走，我们恐怕拦不住。哎呀，驸马，您有事说事，别一惊一乍的。我就是觉得奇怪呀，他们都这么有钱了，想要多少孩子没有？干嘛突然回来找我们家小小姐？而且有钱人家生孩子又是保姆又是保镖的，怎么会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看不住？当年小小姐啊被弄丢的事情实在太奇怪了。当年小小姐啊被弄丢的事情实在太奇怪了。哎呀，臭小子，干什么学我一惊一乍的？驸马聪明啊，我就觉得哪里一直奇奇怪怪的。你刚刚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全想通了。之前他们说襁褓里面放了纸条，上面写了小小姐的名字。一般情况下，襁褓里面为什么会放纸条呢？一定是大人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了，不然好好的，谁往襁褓里面放纸条？对，一定是这样，短剧里都是这么演的。但要是他们主动不要我，那我也不要他们。这个苏傲天，我倒是略有耳闻。他在事业上独占鳌头，但结婚多年却没有子嗣。不过听说去年他妻子去米国待产，那边传回来什么消息没有？苏傲天在美国的家暴密集变很高，一直没有他妻子生子的消息传出。博总，您说会不会是他们弄丢了亲生骨肉以后遭了报应，生不出孩子了，所以想把唯一的女儿弄回去继承家产？那是好事啊！咱们小小姐一回去啊，岂不就成了千亿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这要是真的，那就是爽文大女主照见现实了。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罗总，你不去准备项目，来我这里有何贵干啊？顾总，我记得您当年是在米国留学，你在那边应该有些人脉吧？你要干什么？
我想请顾总帮我查一下苏傲天和他的夫人去年在美国到底有没有生下孩子。苏傲天，他可不是一般人，你为什么要查他？为了彤彤，你是说彤彤是苏傲天的女儿？他们已经找过来了，但我总觉得他们找他的目的并不单纯。交给我吧。天哥，这都好几天了，一个电话也没有，你说会不会是薄云霄他不想把孩子还给我们啊？误导他们。博氏集团虽然在当地有些名气，但跟我们 K 集团不能比。如果他真敢不放彤彤离开，我也不介意给他指导性。早知如此，当初我们就应该把那孩子带上，大不了养在外面不见面就是了。大师的话你忘了？我没有忘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再耽搁下去，米国那边要等不及了。我亲自去找温小丹，让你去见见那个孩子，听听他的想法。我亲自去找温小丹，你才能去见见那个孩子，听听他的想法。你有什么事快说，我们小小姐要睡午觉了。我想单独跟彤彤说几句话，你能回避一下吗？那可不行，我不能单独把我们家小小姐留下。我是她的亲生母亲，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外人安全？亲生母亲都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丢了，还真不如我一个外人。你是想让我喊人把你请出去吗？你有话就说呗，福妈不能走，我也不让她走，这里是我家，走的应该是你。他们肯定已经做过亲子鉴定，这几天你都没有联系我们，是不是薄云霄没有把鉴定结果告诉你？爸爸说了，是我不让爸爸联系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联系？我又没想跟你们回去。爸爸说了，是我不让爸爸联系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联系？我又没想跟你们回去。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爸爸还是富可敌国的 K 集团总裁，难道你不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不想成为亿万富翁家的千金大小姐吗？你不想就是不想，我已经有我喜欢的爸爸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哎呀，这母亲怎么能这样？对不起，是我太心急了。这些年妈妈太想你了，所以才会着急想让你回去。可是我跟你不熟啊。以前是奶奶喂我吃饭，给我穿衣，家里只剩下一个鸡蛋，奶奶舍不得吃，都会给我。后来奶奶去世了，爸爸自己都被赶出家门，还用仅剩的钱把我安葬奶奶。那个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的千亿财产我又没见着。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过几天爸爸妈妈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妈妈以后会加倍补偿你，好不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当年把我弄丢，真的是不小心的吗？这是份10个亿的合作，我知道，博总刚接管博氏集团，正是需要业绩里威严的时候。这份10个亿的合作，能让你在董事会站稳脚跟。苏总，说说条件吧。把彤彤让给我。苏总是真把彤彤当亲生女儿吗？你这话什么意思？您如果爱她，就应该去用真心去弥补你们这些年对她的亏欠，
而不是用钱来砸我一个外人。童童更不是一个物件，轮不到让你我让来让去。童童如果想跟你们走，我不拦着；但他如果不想跟你们走，我也不会把他当成商品，换取合作。这份合作，苏总还是拿出去吧。您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您带童童走是别有用心。博总是个生意人，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换一份10个亿的合作，不亏。经济上不亏，但良心上怕遭报应。博总，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搞垮博氏集团，我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凤头到底。小小姐，我先带你上楼睡觉好不好？不要，我要等爸爸回来再睡。爸爸，哎，爸爸呢？林叔叔。夏小姐，公司出了紧急变故，博总还在公司忙，我回来给他拿明天要穿的衣服，顺便给你们说一声，这几天都不用等他回来了，他应该没空回家来住。这到底怎么了？以前最难的时候也没见大少爷不回家呀。白天的时候，苏傲天去找过博总，让博总把小小姐让出来，博总拒绝了他。下午的时候，几个大的合作商一起终止了和博士的合作。晚上公司股票大跌，公司市值蒸发了10几个亿，博总现在真的没空回家。驸马，这几天小小姐就拜托你照顾了。原来是我害了爸爸。天哥，米国那边情况不好，你说彤彤会跟我们走吗？博云霄的公司坚持不了几天，再等等啊，快睡吧。彤彤，放过我爸爸的公司，我现在就跟你们回去。小小姐，快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奇怪了，小小姐以前不是懒觉啊。小小姐人呢？糟了，我把小小姐弄丢了。喂，驸马，我是彤彤。哎呀，小小姐，你去哪儿了？我跟他们走了，你帮我跟爸爸说一声。小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你自己不跟大少爷告别？我不敢，我怕听见爸爸的声音，我就不想走了。我留下来，只会害了爸爸。小小姐，小小姐，爸爸，你要照顾好自己，再见了。哎呀，我得赶紧告诉大少爷。情况如何？博总，我们的人一直在努力，但是那些客户不敢得罪 K 集团，把我们都拒绝了。只有顾氏集团发表声明，说会和我们一直合作下去。不烦心，也是为难他。博总，要不就让小小姐……不可能，他们当年能把童童丢了，这次你一定没安好心。查到了，米国那边传来消息，说苏傲天和陈慕雪去年生了个儿子，但是因为先天性肾发育不良，急需肾移植手术，但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肾源。如果再找不到的话，那个孩子的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们突然来找小小姐，就是想要小小姐的肾。
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适配度确实会高一些。彤彤呢？彤彤现在在哪儿？大少爷，小小姐不见了。哦。飞机还有1个小时就起飞了，我们得快点。彤彤，你一定要等爸爸。爸爸，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笑声，祝我们小公主笑口常开。彤彤，猜猜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什么呀？当当当当，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笑声，祝我们小公主笑口常开。谢谢爸爸，我好喜欢。谢谢有人开心，彤彤不能陪着你了。彤彤啊，等到了新家，妈妈给你买新的玩具，这个不值钱，扔了吧。我不要玩具，我就要这个。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别人送你个破玩意儿都当成宝。我陈某雪的女儿怎么那么好骗？他不是坏人，他是我爸爸，他不会骗我。苏傲天才是你爸爸，以后不许再提那个人。把这个破东西给我扔了，给我！不要，你让我玩好，我就不跟你回去了。都到这里了，去不去已经由不得你。给我！哎呀，爸爸，我不跟你回去了，我要找爸爸。怎么了？他想我玩好，我不喜欢他。一个玩偶而已，你干嘛生那么大气？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啊总是砰砰直跳，总感觉不吉利。这么紧要关头，我们家儿子过来找他，他居然想陪一个外人。当年大师说的果然没错，他就是个灾星，只会抢走我们儿子的福气。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他要是喜欢就让他拿着，一切等到了那边救了儿子再说。啊，彤彤，妈妈同意你带着这个玩偶了，我们走吧，好吗？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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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见过这个小女孩吗？是不是手里面刚刚抱着一个笑笑马的玩偶？对，您见过。对，刚刚就在这儿啊！因为那个玩偶跟他妈妈吵了一架，现在他们一家3口往登机口里面去了。前往米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马上登机。彤彤，彤彤，爸爸，我真的要走了，我会想你的。彤彤，我好像听见爸爸的声音啦。我好像听见爸爸的声音啦！你听错了，飞机要起飞了，快走吧。我真的听见爸爸的声音了，他就在外面。你想让博云霄的公司破产吗？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回去，他就会变成街头要饭的乞丐。你确定回去吗？爸爸，他们是坏人，彤彤不能害了你。先生，你冷静点，这里是机场。对不起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来找女儿的，我们的女儿被人带走了，就刚才进去的那个。我刚刚不是查过了吗？人家出示的相关证据是一家3口，而且那个孩子没有丝毫被强迫的表现。你们说是你们的女儿，有证据吗？证据？没有证据，那就请你们离开，不要扰乱机场的正常秩序。云霄，先回去吧，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半小时后起飞。哦，知道了。你要去美国？那公司怎么？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保证做好安全内。好，那我跟你一起去。少爷，苏总和夫人找到了当年丢失的小小姐，马上就要到家了。他这里才能找到，不过很可惜，一切都晚。做仔细点，在我解决那个小丫头之前，别露破绽，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都得给我那黄泉路上的小外甥陪葬。是。先生夫人，带小小姐去洗澡换衣服，吃饱饭再送去后院，让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是夫人。小小姐，跟我走吧。哎，这不是我那流落在外的外甥女儿吗？来，叫舅舅。你别碰我，我跟你们说。哎你。哎，姐，你看看，一点礼貌都没有，真是没家教。别管他，为了一个陌生男人和手里那破玩意儿，跟我和你姐夫闹雨露脾气了。你们先坐，我去看看阿康。哎，你不能去。是不是阿康出事了？没有，姐你别瞎想，我刚去看过了，阿康睡着了，医生说不能吵醒他。这好不容易有了圣人，阿康可千万不能有事。姐，你放心，医生说了，阿康情况有所好转，只要做了手术就能活下去。那小女孩我看着面黄肌瘦的，不如先给她养养，养胖了给阿康的身材健康。姐夫你觉得呢？子豪说的对，你累一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晚点再去看阿康。走。小丫头，看你舅舅对你多好。让你临死之前吃几顿饱饭。据说苏傲天为了保护儿子隐私，把医院手术室直接搬回了自己别墅后院，外面是无死角的监控，还有保镖把守。如果我们硬碰硬，没有胜算。那就找机会混进去，务必要在手术前见到他们好。爸，瑶瑶，哥，说你来了米国，我跟爸立马就赶过来了。彤彤现在怎么样啊？被带不次带别墅了，苏家别墅安保级别是顶尖的，我们不能硬闯，得好好想想办法才行。陆总，国内传来消息，那个骗子倒是招供了。当年就是陈慕雪的弟弟陈子豪提前买通了医生，知道了陈慕雪那一胎是女儿，就撒谎骗苏傲天和陈慕雪，就是想让他们没有后代。如果他们没有孩子，将来 K 集团整个都是他的。这一招也太狠毒了吧！陈慕雪还是他亲姐吗？他们父母死得早，是陈慕雪一个人打好几份工把他养大，供他读书，所以他对陈慕雪的感情也比较复杂。理所应当的认为陈慕雪的一切都是他的，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抢。陈慕雪的亲生骨肉也不行，简直是变态！这陈慕雪是养了个白眼狼啊！这两个孩子投胎到他们家里，真是倒了8辈子血。这样的话，那个男孩的病恐怕也不是意外。陈子豪，我好像见过这个人。你是怎么认识苏家人的？前两天在一个酒会上，有一个男人接近我，说想要我的联系方式。当时他称自己是 K 集团的大少爷，名叫陈子豪。哎，我还奇了怪了 ，K 集团的总裁不是姓苏吗？什么时候大少爷改姓陈了？现在想来呀，应该就是他。
你们有加联系方式吗？哎呦，我觉得这不是个正经人，我就没搭理他。没想到出了酒会之后，他不甘心，还想别我的车。还好我车技好，躲回去了。哦，对了，他还给了我张名片，我找找。哥，你看是不是这个人？都已经以 K 集团大少爷自居了，看来他非常笃定自己是 K 氏集团唯一继承人。那这样的话，小儿子的病绝不是意外。哎，这是好事啊！那这样他就不会想让苏家的小少爷好起来，就会千方百计阻止小小姐捐肾。小小姐就是安全的。我说错话了吗？彤彤也是苏家的血脉，他绝对不会让那个小男孩活着，也绝对不会让彤彤活着。所以，但凡手术台上出现任何意外，都不会有人怀疑他。那我们得赶紧把小小姐救出来。那还等什么？分头行动吧！我去约这个陈子豪，想办法把他做过的事情都套出来。只要让苏傲天和陈慕雪知道这一切都是陈子豪的算计，那他们就一定会内讧。他们一乱，我们就有机会了。谢谢你，瑶瑶，有危险立刻上，我会找人暗中保护你。放心吧，哥，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再说了，以前呢是彤彤救的我，现在是该我回报彤彤的时候了。我和苏傲天在商场上有过一面之缘，我以叙旧的名义把他约出来，只要他不在别墅，你们行事起来就会更顺利一些。谢谢爸。彤彤是你的救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救星。我这把年纪能为他做点事情，是我的荣幸。我查过了，去苏家会诊的专家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学长，我们可以伪装成医护人员进去，一定能见到彤彤的。谢谢你。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彤彤是你的救星，他也是我的救星。那我呢？我能做些什么？你去查一下给苏家做手术的医生，如果想要在手术里动手脚，这些医生里面一定有被陈子豪收买的。还有，到时候你守在苏家外面，如果彤彤有机会从苏家走出来，你不用管我们，立刻护送他回国。好。为了彤彤，拜托大家了。小姐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快跟我一起下去啊！姐姐，里面住的是谁呀？我刚刚看见昨天给我体检的叔叔进去了。里面住的是小少爷，也就是您的亲弟弟。我还有亲弟弟，那弟弟为什么躲在房间里？我可以去找他玩吗？哎，不行，小小姐，您千万不能进去。小少爷他生病了，不能见人。弟弟生的是什么病？医生叔叔能治好他吗？小小姐，您还是别问了。哦，对了，饭做好了，我带您去吃饭。我今天已经吃了4顿饭了，而且我不喜欢吃三明治，我想吃中餐。这都是夫人特意让人为您准备的，夫人也是希望你能长高一点，长壮一点，夫人是爱您的。可他会逼着弟弟吃弟弟不喜欢的食物吗？谁让你买这个的？夫人，对不起，小姐是迷路了才跑到这里，我马上带她离开。夫人，小少爷刚睡着。昨天来的时候就在睡觉，这会儿大白天的怎么还在睡？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夫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讲。夫人，有些事情我必须跟您讲。小少爷，姐，
四豪，你来了。阿康从昨天睡到今天，会不会出事啊？放心吧，姐，今早上我看过阿康了，还冲我笑呢。这会儿啊，估计就是困了。医生，我说对不对？对，陈少爷早上确实看过小少爷，小少爷好好的。那你刚才想要跟我说什么？我是想说，昨天刚给小小姐做完身体检查，一切正常，随时都可以给小少爷做手术。太好了，四豪，你听见了吗？医生说阿康马上就能做手术了，他以后就是个健康的孩子了。我听到了。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姐夫去。你儿子才5岁，你是不是怕我的小外甥黄泉路上寂寞，想给他做个伴儿呢？不敢了，求陈少爷高抬贵手，我以后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了，求你放过我的儿子，我再也不敢了。你的家人已经被我送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专家来的时候，要是敢露出一点破绽，我让你见不到你老婆孩子。天哥，今天下午专家要给阿康手术做评估，你非要出去吗？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不得已对伯家用了些手段。这次伯志豪主动约见，不好再爽约。在生意场上，伯家还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的好。那你早点回来。放心，等见完了伯志豪，我就不再安排任何事情，一定在家里好好陪着你和阿康，直到阿康好起来。感谢苏总赏脸赴约啊！伯总客气了，之前在国内是我做的不对，我以茶代酒。哎，那是云霄不对，哪有霸着苏总的女儿不放的道理？您是在帮我教育儿子，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伯总客气了。百姓啊，我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你讲的故事，所以我才愿意带你们去苏家里面看一看。如果如你所说，苏家用自己亲生的女儿换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件事情我不允许发生。但如果不是，你们两个可不能在苏家里面闹事，要尽快回来。师兄，你放心，我只是想救孩子，不会让你为难的。几位先请坐，我去请夫人和医生。爸爸，我好想你。我也想你。这两位是？哦，这两位是我的助手。彤彤啊，你怎么能坐在客人中间呢？过来，到我这儿坐。没关系，这位就是小少爷的捐肾者嘛。这孩子啊，从小没人教养，有些不懂礼数，你们别介意。身体做了检查了吗？做了，按照苏总和夫人的要求，一切正常。虽然肾源匹配，但身体指标明显不符合捐赠条件。你是医生，这样的捐赠是会出人命的，难道看不出来吗？到底要不要把小少爷已经死了，小小姐的肾已经用不上的事情告诉苏总？可要是说了，陈少爷不放过我家人怎么办？我的要求只是救我儿子。捐赠者的命也是命，苏夫人，你这是想用这孩子的命换你儿子的命，这孩子的亲生父母，知道吗？我就是他的亲生母亲。4年前刚生下来之后，我一直放在国内抚养，最近才刚接回来。
这件事情我有权利做决定。所以夫人，你是想用亲生女儿的命换你亲生儿子的命？我请你来是来救我儿子的，这些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很抱歉，我的责任是用现有的医疗技术治病救人，而不是一命换一命。这个肾源用不了，夫人，还是再找找吧。等找到新的肾源，我们再研究手术的事情。再耽搁下去，我儿子就要没命了。这手术我说能做就能做，你想要多少钱，尽管开口。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在杀人。夫人，我劝你给小少爷积点德吧。你算什么东西？别敢来教训我！给苏总打电话。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夫人，苏总的电话打不通。这里怎么没有信号啊？这个地方偏，我想呢，这风景很美，约着苏总一起来看看。下次一定约在市区中心啊！这饭菜马上就好，一会儿我们好好喝两杯。啊，不了，波总，我家里还有急事，我得先走了。哎，苏总，莫不是约了哪个美人吧？波总说笑了，事关犬子的身体，我真得走了，咱们下次再约啊。哎，这小少爷怎么了？你说说，我也帮着想想办法。不麻烦波总了，我已经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你倒是说出来。我们好不容易约一次，你别着急走嘛。波总，请放手，我真有急事。这儿要是回家3个小时的路程，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们一会儿好好坐坐。波总，您今天有点反常啊。您把我约到这么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目的？苏总，你要是这么问，我确实有话要和你说说。彤彤，到妈妈这里来。你们到底是谁？是你们？你们竟然为了他追到了米国？你们弃之敝履，想要他的命，而他是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今天我们要带走他。想都别想！彤彤，难道你想看到博士破产，想看到他们去街上当乞丐？你彤彤，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你还是个孩子，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爸爸可以不要公司，公司没有你重要。爸爸只想让你平平安安。彤彤也想让爸爸平平安安。博云霄，她是我的女儿，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不管什么后果，我都不会眼睁睁看着彤彤送命。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奇怪了，你为什么能为了儿子而牺牲自己的女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是姐姐，救弟弟不是天经地义吗？他才4岁，就算你们是他的亲生父母，也没有权利这么丧心病狂。看来还是天哥太手下留情了，让博总不留在国内救公司，没有时间出现在这里。我们既然追过来了，就做足了十足的准备。纵然是博士破产，我今天也要带走。再加一个故事 ，K 集团纵使再厉害，想要对付我们2家公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倒是等得起，只怕你的儿子等不起吧。我那天问你们当年把我弄丢，真的是不小心的吗？你没有回答我，现在可以说了吗？我们也不想这样。当年有个大师说，我如果生的第一胎是男孩，会自带福气，保佑苏家一生顺遂；那如果是女孩，必须立刻扔掉，否则苏家福气散尽，断子绝孙。这么荒诞的说法，你们就信了？那大师很灵的，他能算出来我小时候得过什么病，父母是怎么去世的，还有我是怎么独自一个人将弟弟拉扯大，这些细节他都能算出来。他还能算出来我跟天哥是怎么一起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吃的是什么盒饭。
他太灵了，我们不敢不信。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我们输不起。那个大师是不是住在天府街26号？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师啊，其实是个歪门邪道的大骗子，早就被警察叔叔抓走了。你们信了他的话，才会断子绝孙。这不可能！那大师1分钱都没收，他不可能会骗我。只要你把肾捐给我儿子，我儿子就不会死。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你为什么不想想，你小时候的那些事情，还有你跟苏傲天的那些过往，都不是什么机密的事。你身边随意一个人，或者拉出来一个跟着你多年的人，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个骗子为什么没找你要钱？是因为提前就有人把钱给了他。你跟苏傲天一世英名，就这么栽在最亲近的人手里。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被你最亲近的人给骗了。4年前，他害你失去了女儿；4年后，他还想把你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害死。你最亲近的人，我最亲……这不可能！子豪是我亲自养大的弟弟，我对他像亲儿子一样，他不可能这么对我。你把他当亲儿子，他把自己当真儿子，每天谋划着怎么让你们断子绝孙，好让自己名正言顺的接手苏家的家产。你给我闭嘴！你们毫无依据就想破坏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谁说没有的？走开！子豪，姐，救我！快救我呀！你想干什么？快放了子豪！不好意思啊，苏家安保严密，我要是不这样子的话，我实在进不来啊。去你的！快啊，给子豪送绑！打手了，好样的！没事吧？姐，就是他想要迷了我，他还打我。姐夫的枪呢？给我打死他！我拿姐夫的枪把他打成筛子！你这么着急想让我死，是不是害怕我手里的证据被你姐听到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愣着干什么？弄死他！你们大老远跑来我家里闹事，还挑拨我们姐弟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没猜错，天哥到现在都没回来，也是被你们支开的吧？夫人猜的没错，但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恶意，只是想揭穿一些当年的事情。敢算计到我苏傲天的头上，你找死！算计到我苏傲天的头上，你找死！天哥，他们是来抢彤彤的，你快把彤彤留下来，否则就没有人能救我儿子了。别担心，谁不让我们的儿子活，就要了他的命。苏总，夫人，当年你们为什么丢下彤彤？还有，你们的儿子为什么一生下来就生了重病？这些真相都在我的手机里面，你们难道就不好奇吗？姐夫，别听他胡说八道，把他杀了，阿康就有救了。敢耍我，你找死！该死的是你，证据就在这边，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你干什么？想抢我手机？没用！就算你想杀了我，更是没用。这证据啊，我都已经备份了。你做的那些恶事，全都藏不住了。我陈总，要是再来一下，你就给我滚出苏家！回来！夫人，好好看看吧。别打了，别打了！我说，那道士是我花100万请的，我故意让他跟我姐说那样的话，
就是不想让我姐要孩子，好不跟我争苏家家产。思豪，你在说什么？姐夫不是这样的，这怎么还打我？说一半藏一半，照样挨打。说，你姐家的小儿子，他生的病又是怎么回事？他娘胎里带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不说的话，我就把你阉了。我说，是我往姐的癌胎里下了毒。本来我想让那个孩子胎死腹中，没想到在医院命大生了下来。当初就不该那么心软，要是我当时多放点，现在就没有这些麻烦事了。一个是他们的亲亲柔情，一个是畜生，你个畜生！我弄死你！天哥，他是我弟弟，是我唯一的亲弟弟啊！我是你亲弟弟，那你把和姐夫打他的家业给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生孩子跟我抢？你个畜生！苏总，夫人，我坦白，我都说，其实小少爷在你们回国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是他陈子豪威胁我的家人，不让我说出去，他就是要把小小姐骗来，让小小姐死在手术台上，这样就没有人跟他抢家产了。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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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妈，汤好了吗？好了。云霄，蛋糕来了没？来了。汤来喽！今天是你的生日，快许个愿望吧。我希望爸爸妈妈早点结婚，给我生个弟弟妹妹。Every night I see you light. I'm waiting for the dawn to bring you home. Where we can stand 范 together 香， on our own. 你愿意跟我一起完成同人的愿望吗？ Across the ocean blue, I swear it's tru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我愿意。 Could we ever break the wall, set us fre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or how far you roam, just listen to my voice, I'll guide you back home. I hope you truly believe my soul belongs to you. Through the dark and the morning. 博总 ，K 集团出事了，陈不雪病了1年，最终没有从丧子之痛中缓过来，1个月前去世了。陈子豪也死了，苏傲天决定遁入佛门，为妻儿超度，也为自己之前的愚蠢行为忏悔。 走之前，他将 K 集团变卖了5000亿，将这笔钱全部办理信托留给了小小姐。等小小姐18岁之后，便可以随意支取。想来他也是想补偿小小姐的。爸爸妈妈，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彤彤，你的亲生妈妈去世了，他们给你留了好多钱。后来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会原谅他们吗？早就原谅啦，我现在有爸爸也有妈妈，我很幸福，没空觉得不开心的事儿。看吧，这大人有时候活的还不如小孩子呢。我们彤彤最聪明了，她就是天降福星，也是我们的幸运星。 还是博总和顾小姐的媒人呢，你说是不是啊，彤彤？是啊，
爸爸妈妈、福妈、叔叔，我们一起切蛋糕，吃蛋糕吧。好。